我不知道这人世间的误会怎么就这么从天而降到了我家呢？咋回事呢？大胖媳妇接受了一个采访邀约，这个采访很重要，她在家好好准备了2天，就准备这个记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哎呀，那小词儿都背好了，说好了这个记者是3点之前来，这个时间呢，俺家别人都不在家，大胖媳妇在家怀着这个紧张、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等待着这位记者朋友的造访。然而呢，我妈最近老腰疼，我前天就在手机软件上给我妈订了个上门按摩的师傅，今天来。但是呢，我妈今天早晨突然跟我说铁岭有事儿，早上从俺家走了回铁岭了。我呢把预约按摩师傅这个事儿给忘了。2点钟，人家师傅准时上门了。大胖媳妇寻思，这个点来的，那肯定就是要踩我的人。师傅寻思，家里就他一个人，那肯定就是我要摁的人。于是这个城门楼子和胯骨轴子2个孤独的灵魂，哎，就这么一拍即合了。你好，你好，蔡师哥，好，谢谢。怎么上门啊？我是李师傅，我也李师傅。你好，你好，开门在哪里？看我。拍完就拍，你准备好了啊？然后我就开始。快多闪。我还是站起来了，停住了我站起来，要不然我没法停住。你坐着，对，我一起坐啊。按摩师傅觉得这人有点毛病，想赶紧摁完拉倒吧。你哪里最不舒服？大胖媳妇就想，这记者给我挖坑，我可不能掉进去。哪里懂了师傅？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中国有很好的美食文化，真放精神，不是中国会员。第一个问题，大胖媳妇认为他给出了满分回答。下边的环节，他套用了一个百搭公式。他准备采访的时候就问我说：“哎，你说这个记者万一跟我说的什么词儿，我没听懂怎么办？”我说这个事儿吧，有时候我听英文我也有听不懂时候，我呢就重复他说的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字，然后给一个官方笑容，比如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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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lligent， 就这样。那个水放啊，对不上，我们先处理煎饼啊。水煎吧。家里的尴尬气氛到此刻达到了白热化，2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拿起手机寻找外援，这个外援就是我。那外援笑还来不及呢，我怎么可能告诉他是咋回事呢？帮不了他，我能做的就是给他用了我的科颜氏溜溜瓶，这脸又是起皮黑头还有疙瘩，上镜糙的不行，用这个有3种酸来层层焕肤，效果超快，用完脸细腻光滑，还很温和，随便用。记者马上要来，快速平滑帮大胖媳妇找回状态。回到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对劲儿的？他说实话实说，我前20分钟都是懵的，以至于他问我关于按摩、拔罐等问题，我还寻思，哎，考中国传统文化，我题押对了，我还搁那扣题呢。我们现在打平了，啊，不要，需要你这样看我，我看你啊，你可以这个坐这也行，你坐着我站着，我们就开始了。可以吗？可以。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啊，本校长报纸上倡议岁球。不错，说的挺好。你平时按摩吗？我不咋按，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中医文化很有意思。对，说的非常对。来个法官，我也会法官，我喜欢。法官是中国文化的遗产。这个假期，我们领着温蒂一家来到了爆火的哈尔滨，玩了2天，我才发现不太对，因为哈尔滨的特色是冰雪、教堂和外国人。也就是说，温蒂他们好不容易坐了一趟20个小时的飞机出国了，而我又开了5个半小时的车给他们送回去了。到了哈尔滨，当天下午，尔滨就特别给面子，天空飘起了雪花，满街都是游客，好多游客，尤其是南方的朋友，看见天空飘雪，突然就停住了脚步，拿起手机就对着天空拍。温蒂吧，他看人别人拍，他也拍，但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人家拍啥呢，他怎么也想不到吸引所有游客拿出手机一顿狂拍的东西是雪和教堂这2个他家乡盛产的东西。反正就是别人拍他也跟着拍，他俩姑娘也跟着他拍。最后你扣是实在控制不住了，说那咱拍啥呢？温蒂说，我预测天空中一会儿会出现一条龙。然后我们去冰雪大世界，我爸说啊，这扯不扯？我忘了你们加拿大有冰，咱溜达一会儿就走也行。温蒂说别走啊，加拿大有冰，但没有冰灯啊。全世界能想到往冰上装眼珠子飞眼的只有中国，这多好啊！我不走。温蒂看得老开心了，但是我们去的那天他回温，很多冰雕他都化了。温蒂指着太极陵说自己终于看见了比萨斜塔，然后来到了这个冰雕面前，非常激动，非要照相。我就心想这也看不出来是个啥呀，他咋这么激动呢？温蒂说彩玲，你做到了，我们真的出名了，这不就是我们一家吗？左上角还有个猴。尔滨的人民很热情，但尔滨的寒风还是有些无情。幸亏我带了莫拉德、欧米伽精华和欧米伽面霜，修护兼具抗老，精华修护屏障，面霜修红微纹，敏感肌给我可劲儿涂吧。我爸说尔滨呐，第一个特点是冰雪，这个确实加拿大人可能是见过，但是没事儿，尔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外国人。我说啊，这个他们肯定是没见过。我爸就找了一家俄罗斯餐厅，因为在这个餐厅定时有俄罗斯演员表演节目，我爸还特意订了第1排的座位，准备边吃边欣赏。结果呢，那个俄罗斯歌舞表演本来说是1点钟开始，但是1点钟光上了一个乐器演奏，俺们搁这等着上菜呢。我就发现观众开始直勾勾的盯着我们这桌，然后我就听着有客人说，那演员搁第1排吃饭呢，应该马上就要跳了。有个大哥路过俺这桌还跟温蒂说，跳
啊，跳舞啊。温迪愣了一下，然后跟俩闺女说：“那就跳呗。”仨人就跳上了。温迪一边跳还一边说呢：“这节目咋还不开始呢？”但是已经有客人放下了筷子，说：“快别吃了，节目开始了。”都跳挺长时间了，我听着有个大姨说：“这俄罗斯演员咋不上台跳呢？”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解释一下，我说：“这他们是客人，不是演员。”大姨听完，立马跟他老头说：“那这家苏联菜应该是正宗的，那苏联人自己都来吃。”哎，你们知道外国人跨年的时候有个亲吻习俗，就是12月31号的晚上，在跨年的钟声响起的那一秒，要在烟花下亲吻你身边的人，不管是谁，就是抓离你最近的那个人。在他们的文化里，就这个事儿他必须得做，可能就是寓意上是预示着新年的好运呢之类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然后今年呢，12月31号的晚上，我正好在一个剧组拍戏，我答应了大胖媳妇11点半我应该能到家，但是剧组呢他一直有延误，就没有准时收工。到11点45了，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我说咱俩今年跨年没戏了。大胖媳妇说：“那我的一吻跨年呢？我烟花都准备好了，年年都有这个仪式，你今年也必须履行。”我说一吻跨年肯定没戏了，我就是现在离开，我回家也赶不上跨年了。他就非常不高兴，但这玩意儿有讲究，他又不能放弃。于是，在我的手机监控录像里，我就看到这个男人从11点50分开始坐立不安，仿佛一个走上绝路的猛兽在倒计时中寻找他的猎物。我才明白，绝望中的人与兽都是饥不择食的。他可有心眼了，为了不打草惊蛇，他11点55开始坐下跟我爸瞎聊天。为了让敌人卸掉防备，他搬起自己脚丫子给我爸看，问我爸：“爸爸，为什么我的灰指甲开始歪着长了？”我爸还低头仔细给他看呢，说：“你这灰指甲就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有点往北长了。”已经正好了。他利用着我爸对他灰指甲的关切，11点59分59秒，把老丈人一吻跨年，一吻跨年。喂，我要离得远点啊！喂，过年好！哎呀，这是为什么？亲完之后发现忘记了烟火，于是他点起了烟火，在绚烂的烟火中把老头又亲了。过年好！这跨年我在剧组里还挺开心，因为毕竟有我爸替我负重前行。我在剧组也收到一些跨年礼物，其中这个汤臣倍健小金罐蛋白粉心形礼盒特别好，里边都是便携装，平时出门很方便，一天一条，4重蛋白配方，长时间补充蛋白质，很适合我这种没时间补充营养的妈妈。还附有祝福彩条，聚会带上很体面。半夜2点多，我终于回家了，一开灯，大胖媳妇瞪俩大眼珠子在那等我呢，生气了。我说生啥气？我爸也让你亲了。他说我亲完你爸，我又仔细查了一下，跨年一吻，你吻的是谁，就寓意着新的一年，你和这个人有更亲密的关系和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我和你爸再亲密下去，对谁都不好，对谁都不好。然后他这次真生气了，咬准我没有履行诺言。元旦那天早上手找行李要走，我看这一个大行李箱一个大书包，这是完全是要回娘家的架势，就要走。哎呀妈，那出让他给你整的，你以为他要回加拿大呢？我都害怕了。结果一问，人家要回铁岭找我奶，他说他都打好招呼了。今天早上给我奶打的电话，说彩玲欺负他，我奶亲口跟他说的，说大胖小你回奶家，奶给你做主。社会替人，奶奶要保护我，还甩给了我一句狠话：要不是我的新车被上缴了，我现在都不用在这等车跟你废话，我早已扬长而去，甩你一身悔恨。